今年夏天，中国广东佛山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。原本炎热喧嚣的街头，因为一种名为曲弓病，医学名称鸡孔肯亚热的罕见病毒爆发而蒙上阴影。7月上旬，佛山市顺德区的乐从镇出现了首例本地感染的曲弓病病例。这名患者没有出国旅游史，却被确认感染了曲弓病。经调查，病毒源头来自一宗境外输入个案，一位从外地归来的旅客无意间将曲弓病病毒带入社区，让当地的蚊子染上病毒并开始传播。自此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响了。起初，许多人对曲弓病这个陌生名称感到困惑，这究竟是什么病？会不会像新冠或非典那样人传人？随着确诊人数不断攀升，恐慌情绪也开始蔓延。7月8日，顺德区拉响了疫情警报，当地卫生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和防控，公布疫情细节的同时，也在新闻中反复强调一个事实：这种疾病并非透过人与人直接传播，主要是经由带病毒的蚊子叮咬传染。换言之，家人、邻里之间不会因为日常接触就彼此传染，无需恐慌地躲避病患。然而，真正的敌人是人们身边嗡嗡乱飞的蚊子。正如专家所说，曲弓病病毒主要透过白天活动的伊蚊，俗称花斑蚊传播。只要有带病毒的伊蚊存在，它们就成了传染链条上的隐形推手。疫情迅速蔓延，短短几周内，病例数字从0飙升至数百，再从数百激增至数千。截至7月中旬，佛山市仅顺德区就累计了近500例感染者。尽管大多数患者症状都属轻微，此时正值盛夏高温，多雨潮湿的气候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温床，再加上病毒携带者的流动，让疫情出现了扩散至周边地区的苗头。广东省内其他城市如广州、阳江、湛江等地陆续报告了零星病例，就连毗邻的澳门特区也在7月下旬发现了数起境外输入的曲弓病病例。整个广东省顿时绷紧了神经。截至7月下旬，佛山市5个行政区全部中招，累计报告确诊人数已突破4000例，其中疫情重灾区顺德区的病例就超过3600例。这意味着从首例本地病例出现到全市过千，只用了短短2-3周时间。幸运的是，当局强调绝大多数感染者属于轻症，患者主要经历发烧、皮疹和关节疼痛等不适，暂未出现重症或死亡个案。医护人员观察到，很多患者在1周左右便退烧康复，但部分人，特别是年长者或本身有其他疾病的人，关节疼痛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更久。虽然曲弓病的致死率远低于登革热等蚊传疾病，痛苦程度却一点不亚于它们。此病名 Chikungunya， 源自非洲马孔德语，意思是蜷曲，形象地描述了患者因剧烈关节痛而弯腰屈背的样子。从患者的描述来看，高烧烧的人浑身酸软无力，关节痛起来仿佛骨头都在撕裂，一些人甚至走路困难，只能蜷缩在床，无法正常生活，十分折磨人。面对病例激增和社会舆论的关注，中国官方迅速证实了这起疫情。国家卫健委在7月下旬召开了记者会，说明华南个别城市发生了曲弓病输入并引发本地传播的疫情，明确这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爆发，而是由境外病例引起的局部传播。同时，官方反复强调了一句话：当前疫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。所谓可防可控可治，意思就是这种疾病虽然来势汹汹，但透过严格的防蚊措施和及时诊疗，疫情扩大的风险可以被控制，患者也大多能康复痊愈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疾病预防专家指出，中国此前并非曲弓病流行区，大多数民众对此缺乏免疫力，但幸运的是，目前所有患者症状都较轻，没有出现无法医治的情况。同时也不得不提醒大众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曲弓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可治。这种病毒和许多流行病毒一样，缺乏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治疗，只能靠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和对症支持疗法来战胜病魔。广东佛山市三水区在8月初甚至向市民发出了一封特殊的曲弓病后遗症告知书，开宗明义第1句就提醒，
驱弓病是由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，无特效药可治，字字铿锵，提醒着所有人，这场抗疫战役的关键不在医院，而在每家每户对付蚊子的决心。防疫的重点很快从治病转向灭蚊。7月底，广东省疾控部门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封公开信，呼吁全体市民行动起来，参与一场全省范围的灭蚊大作战。这场战役不仅仅针对驱弓病，同样也是在预防每年夏季高发的登革热。政府号召居民清理积水、清除垃圾、翻盆倒罐，杜绝蚊虫滋生。社区工作人员则走街串巷地喷洒杀虫药，在重点区域投放灭蚊鱼苗。佛山市的一些村镇甚至出动了无人机，在屋顶和偏僻角落搜寻积水，一旦发现，立即通知清理。在佛山禅城区，7月下旬短短几天内，就往当地湖泊投放了5000多条吃蚊幼虫的鱼，以从源头削减蚊虫数量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三水区发布的倡议书用激昂的文字号召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，唯有全民团结迅速行动，才能阻断病毒传播，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街道社区纷纷响应，组织起地毯式灭蚊行动，从城市下水道到农村水塘都不放过。居民们则被动员起来，在自家庭院阳台点上蚊香，挂好蚊帐，安装纱窗，务求做到蚊子不进家门，蚊子不叮我身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出门穿长袖长裤，喷涂防蚊液，也逐渐成为广东市民的日常习惯。毕竟，只要不被带病毒的蚊子叮咬，就不会感染驱弓病。这道理简单直白，但要真正做到，却需要每个人提高警觉，持之以恒。在全省上下齐心协力之下，佛山的疫情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。8月初，广东省疾控中心通报过去一周新增本地病例2892例，比前一周略有下降。虽然每周仍有数千人感染，但增长趋势总算放缓，说明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已得到初步遏制。疾控专家康敏在新闻发布中表示，近期的激增态势已初步受到控制，全省每日新增病例数呈现下降趋势。然而他也警告，广东作为人口流动大省，境外输入病例的压力仍然存在。目前全球范围内驱弓病传播形势严峻，国际旅行频繁使病毒输入风险不容忽视，加之本地正值台风季和雨季，高温高湿的环境非常适合蚊虫滋生，疫情仍有反复和扩散的可能。因此，他建议社会公众绝不能松懈，必须继续严格落实防蚊措施，直到疫情完全平息。随着广东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，这场驱弓病风波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就在7月下旬，中国邻近的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、上海等多地疾控部门纷纷发布健康提示，提醒公众留意防范驱弓病。其中，北京市疾控中心明确指出，北京目前尚未出现本地传播，市民无需恐慌，但鉴于国际旅游恢复带来的输入风险，仍需做好防蚊措施。而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则呼吁计划前往广东的市民加强防蚊，回港14天内持续使用驱蚊剂，如有不适立即求医。美国也迅速对此作出反应。7月底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，计划针对中国发布旅游健康警示，提醒赴华旅客注意防范这种蚊传病毒。随后在8月初， CDC 正式将中国，特别是广东地区的驱弓病疫情列为第2级旅游警告。这一级别意味着旅客需要加强防范，但并非建议避免前往。美国 CDC 在公告中特别指出，广东省尤其是佛山市正爆发驱弓病疫情，提醒旅客务必做好防蚊措施。公告还建议孕妇近期如非必要应暂缓前往该地区，因为孕妇在临产前后感染驱弓病可能传给新生儿，导致严重后果。有意思的是，由于美国今年刚核准了2款驱弓病疫苗，一并也建议计划前往疫区的旅客考虑接种疫苗作为预防手段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新措施。然而疫苗并非万无一失，加上中国境内尚未引进相关疫苗，实际操作中大多数人仍是以防蚊为主。
美国发出的这项旅游警示在国际媒体上引发讨论，毕竟 Level 2的卫生警告较为罕见，显示出这波驱弓病疫情的确让国际卫生机构提高了警戒。一时间，中国爆发罕见病毒，广东疫情成为外媒报道的热点。一些外国网友甚至担心，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？但专家很快出面澄清，驱弓病虽然传播迅速，但并非新发现的神秘病毒。事实上，它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被发现，全球多个热带国家都曾经历过流行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31日的记者会上，也就美国考虑发布旅游警告一事作出回应，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包括在华外国人在内所有人的健康安全。目前广东的疫情可防、可控、可治，中方也一直就疫情情况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沟通。外交部这番话释放了明确的信号，中国有信心、有能力控制住驱弓病，不希望外界过度恐慌，同时也向全球游客喊话，中国会一如既往为境内外旅客提供安全、健康的旅游环境。随着后续疫情渐趋平稳，这场风波对旅游业的影响目前看来有限。虽说有部分计划赴粤旅游的外国游客可能因此改变行程，但更多人选择按照建议添购防蚊装备，小心防范，而不是取消行程。对广东本地居民而言，真正改变的是大家对蚊虫传播疾病的重视提升了。商店里防蚊喷雾和蚊香一度热销，不少家庭更换了纱窗，社区物业也更勤快地清理环境。可以说，驱弓病让全民经历了一场防蚊知识的科普。那么，驱弓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？为什么专家会说它可治，却又承认无药可治呢？原来，驱弓病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，病原体名为基孔肯雅病毒。这种病毒主要在非洲、亚洲、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，通过蚊子叮咬在人群中传播。传播驱弓病的元凶通常是两种伊蚊，埃及斑蚊和白纹伊蚊，也就是传播登革热、兹卡病毒的同类蚊子。当带毒蚊子叮咬健康人时，病毒会通过蚊子的唾液进入人体，被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需要数天时间繁殖增长，约莫3到7天后，患者会开始出现症状。常见症状包括突发高烧、严重关节痛、头痛、肌肉痛、关节肿胀和红疹等。很多患者形容那种关节疼痛刻骨铭心，甚至会一跛一拐地走路。难怪医学文献里提到，此病会造成患者长期的关节功能障碍。有些人感染后数月，仍感觉手脚关节僵硬疼痛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大多数人会在1周内逐渐痊愈，发烧退去，疼痛缓解后，患者恢复正常生活，通常不会留下后遗症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大约有30%左右的患者关节痛可能持续更长时间，少部分甚至会拖延半年乃至1年。这些长期疼痛虽不致命，却能显著降低生活品质，让患者苦不堪言。至于驱弓病的致死率，相对许多传染病来说算低的，尤其本次广东疫情中，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无一死亡报告，病例大多属轻症。医生指出，驱弓病对生命的威胁远小于登革热或黄热病等疾病，绝大多数患者会自愈。但是，这并不代表它完全无害。对于婴儿、孕妇、年长者以及有糖尿病、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，驱弓病可能引发较严重的症状。例如，新生儿如果在母亲临盆时经胎盘感染，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并发症。老年患者也可能因病毒引发身体其他器官问题。据欧洲疾控中心统计，今年全球已报告了超过24万宗驱弓病例，当中约有80至90例死亡，多发生在卫生资源较缺乏的地区。所以我们说，驱弓病虽少见致命，但并非完全无害。特别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，数十万人感染，哪怕只有1/1000的致死率，也会导致数百人丧生。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在7月22日发出了全球紧急呼吁，敦促各国加强防范行动，避免重演20年前的那场灾难性疫情。提及20年前，不得不讲一讲驱弓病的历史和往日疫情。其实，人类对基孔肯雅病毒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。1952年，在非洲坦桑尼亚出现了首批病例。
此后几十年间，曲弓病零星地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流行，但一直称不上全球关注的疾病。然而在2004年至2005年，它卷土重来，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爆发。那次疫情始于东非的肯尼亚，随后蔓延到印度洋西部的法属留尼旺岛。留尼旺岛人口不到100万，却有将近1/3的居民，约30万人，在那场疫情中感染。许多患者因关节疼痛而行动不便，全岛医疗系统不堪重负。更糟糕的是，病毒通过航空旅行传播到了欧洲。2007年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欧洲本土首起曲弓病群聚感染，证明了带病毒的亚洲虎纹在欧洲也能将此病传给当地人。2013年，曲弓病又跨越大洋，在加勒比海岛国圣马丁引发美洲首例本土传播，并在随后2年内快速扩散至整个中南美洲，造成数百万人感染。过去20年，曲弓病多次在不同大陆上卷起风暴，所幸每次都在逐渐扩散之际被及时控制，没有演变成像疟疾病那样长期肆虐全球的流行病。但科学家也发现，基孔肯亚病毒在不断变异进化。2005年前后的病毒株出现了关键变异，使其更容易感染亚洲常见的白纹伊蚊，导致病毒能够适应更广的地理范围。加之气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，全球蚊虫滋生地越来越多，人口密集区的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上升。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直言，历史正在重演。他们指出，目前观察到的迹象和2005年疫情初期非常相似。如果各国疏于应对，曲弓病可能很快卷土重来，席卷全球。统计显示，截至2025年中，全球已有119个国家地区发现曲弓病的踪迹，约56亿人生活在潜在风险区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，欧洲今夏报告了数百例旅游相关输入病例，更出现10多起本地蚊子传人的散发感染。法国南部和意大利都未能幸免。所幸目前规模不大，但这无疑给非疫区国家敲响了警钟。曲弓病不再只是热带国家的专利，它有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角落。再把目光拉回中国，事实上，中国并非第一次与曲弓病碰面。据疾控部门记录，2008年我国就发现了首例曲弓病输入病例，随后几年偶有零星从海外携带病毒入境的情况。不过一直到2010年夏天，广东东莞才出现了首起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小规模感染。接着在2019年，云南瑞丽也曾因邻近国家疫情输入引发过一次局部爆发。但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9年，这些疫情都仅限于10几人规模的传播，很快被扑灭。与今年佛山动辄数千人的感染潮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因此，许多人疑惑，为何这次广东曲弓病疫情规模远超以往？专家分析后发现，今年的情况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奇勇指出，第一，全球曲弓病大流行的背景使输入风险大增。当世界多国都在流行同样的疾病时，我国边境口岸难免中招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报已经说明，今年国际上曲弓病的传播强度与10几年前印度洋大爆发时相仿，甚至有赶超之势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病毒通过旅游贸易进入中国的概率大增。第二，气候条件异常适宜蚊虫繁殖。今年华南地区经历了漫长的高温潮湿天气，为伊蚊大量滋生提供了温床，蚊子数量比往年更多，自然更容易引发大规模传播。第三，输入病毒株传播效率更高。经基因检测发现，此次佛山疫情的病毒属于印度洋型毒株，这种毒株正是2005年后在留尼旺等岛屿肆虐的类型。研究表明，印度洋型病毒更善于适应本地伊蚊，使蚊子传毒的效率大大提高。刘奇勇感叹道，正是外部输入、气候助攻和病毒进化等多重因素叠加，导致今年佛山的疫情规模远超历史上几次小爆发。尽管条件对病毒有利，广东的防控行动也同样迅速有力。经过几周的奋战，终于将疫情稳住在局部地区，并没有让它扩散成全国性的蔓延。这要归功于医护和疾控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，以及广大市民的配合。专家们对疫情走势的预测和看法也在随着数据变化而更新。许多卫生领域的专家认为，广东此波疫情
有望在未来数周内逐渐平息。随着夏季进入尾声，气温在初秋稍降后，蚊虫数量将自然减少，传播强度会降低。再加上大规模灭蚊行动已经展开，其效果会在病毒潜伏期过后陆续显现。可以预计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新增病例数将持续下降，疫情有望在9月前后受到完全控制。不过，专家也提醒大家不可掉以轻心。广东医学专家庄世礼指出，目前见到的传播迹象虽然有所缓和，但防蚊仍是当务之急。只要病毒尚未绝迹，社区就必须继续清除积水，个人务必做好自我保护，这一点一刻都不能放松。对于广东以外的省市居民，庄专家则给出风险可控、无需恐慌的评价。他解释说，驱弓病通过蚊子传播有明显的地理和季节限制。目前看来，中国北方地区伊蚊较少，发生本地爆发的可能性极低。即便个别城市出现输入病例，只要及时防蚊，就不大可能形成气候。不过随着国际旅游恢复，各地仍应对蚊媒疾病保持警惕。换句话说，在炎炎夏日与恼人蚊子搏斗，将成为我们每年都要上的必修课。回望这场突如其来的驱弓病疫情，人们既惊讶于病毒传播的速度，也庆幸于各界合力之下，将其控制在相对可控的范围。它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共卫生课，原来不起眼的蚊子竟能携带如此巨大的破坏力。而战胜病毒，有时候靠的不仅是医院里的先进设备和药物，更需要社区里家家户户的参与。从村镇放鱼吃蚊诱，到居民阳台上倒掉积水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汇聚起来，就铸成了守护健康的钢铁长城。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，随着全球化和气候变化，传染病的威胁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。我们或许无法杜绝每一只带毒的蚊虫，但至少可以通过提高警觉和科学防控，把疫情的苗头扼杀在初期。正如卫生专家所说的那样，防蚊控制得好，我们就赢了一半。当前，广东的驱弓病疫情正在好转，逐渐消退的曲线背后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。未来还会有新的挑战等待我们，但相信经此一役，大众对蚊媒传染病的认识将更加深刻，整个社会将以更从容和睿智的态度来应对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。疫情终将散去，而这段关于驱弓病的经历与教训，必将长久地留存在我们集体记忆之中，成为日后守护健康的重要参考和警示。